听到氮磷钾或看到网店商店里各种琳琅满目的肥料，有些朋友就头痛了。施肥其实可以是简单的。今天让我们一起来彻底搞清楚施肥的这些事儿。我们施肥当然是为了给植物生长提供养分，不过你知道它们一共需要多少种营养素吗？答案是16种。别头大啊，我不是来上化学课的。只需几分钟的耐心，大家有了基本概念后，怎么施肥就不在话下了。左边这一栏是主要的养分，需求量比较大；中间是需求量虽小，可是很重要的，缺了就会引起连锁反应。最右边就是微量元素，不是极端情况，我们家庭种植一般不会缺。还有另外5种元素是极少数植物需要的，就不在我们今天的讨论范围了。我们先来看一下主要营养素。碳、氢、氧是从空气和水中来的，我们不用担心。而氮、磷、钾以及其他的营养素基本都是从土壤或栽培介质中而来，这是我们要讨论的重点。氮、磷、钾3元素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，大家结合这个图听我一说就会明白了。氮肥主要提供枝干和叶子的生长，如果充足呢，就会枝繁叶茂；如果缺乏，则生长缓慢，叶片明显缺绿色。磷呢，主要对开花结果起作用，对根系的发展也有一定的促进。所以之前有朋友问说，他的西红柿长得枝繁叶茂，就是不开花。这其实就是氮肥太足了，而磷肥没有供应上。至于钾，它能够帮助植物吸收和平衡其他元素，增强免疫力，负责植株整体的健康状态，也促进开花。了解了这些，你应该对蔬菜在不同时期所需的营养素多少有感觉了吧？比如在枝叶生长期，对氮的需求量就大些，而在开花结果期，就应该多给它们一些磷。对抗病虫害时，就绝对离不开钾了。具体怎么做，我们后面再说。现在还是回到氮、磷、钾，因为植物对这3种元素需求量比较大，所以你看到肥料袋上都会标有数字，其实指的就是这一袋当中氮、磷、钾的依次含量。比如15、15，意思是这一袋里还有15%的氮、10%的磷以及5%的钾。也许你要问，那另外70%是什么？可能还有其他营养素，但大部分都应该是包含这些有效元素的化合物。什么？化合物？对，你没有听错。不过化合物分为有机物和无机物，这也决定了你用的肥料是有机肥还是无机肥。这个我们不用深究，你只需要记得，有机肥是来源于天然或有机物质，而无机肥也叫化肥，则是化学合成而来的。各有优缺点，但是2种肥料被植物吸收的化学本质并没差别，只是因为来源不同，对环境、土壤的影响有很大差异，进而也会影响植物的营养吸收能力和果实的味道口感。正如我们喜欢吃有机蔬果，植物当然也喜欢有机的养料，所以我们就尽量对自己的菜园好一点吧。这里我也只讨论有机施肥的方法。大家也许已经注意到了，天然有机肥料的氮磷钾值通常比较小，而化肥动辄就是好几倍。这是由于标签的数字是基于立即可利用的养分水平。而有机肥料中的许多养分需要土壤微生物花些时间来处理，才能释放出来以供植物使用。这意味着营养素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缓慢释放，并在数周内起作用，这样就不会烧根，并且能够得到长久有效的利用。回到另外3种必要营养素，我之所以特别拿出来讲，是因为它们需求量虽然不太大，但缺了是不行的。先说钙，如果缺乏了，最典型的呢就是西红柿的顶端烂果，辛辛苦苦长那么大，最后一哆嗦坏事儿了。
真是好可惜。所以植物也要适当补钙。镁是叶绿素的成分，帮助摄取其他养分，特别是用于开花结果的磷，并且有助于种子的形成。所以你要是自己收种子的话，也不能缺了镁。硫有助于保持叶片深绿色，因为它可以帮助产生叶绿素，促进植物更旺盛的生长。它的需求量很低，但缺乏就可能导致植株严重的健康问题，甚至死翘翘。微量元素就不多说了，它们当然也很重要。不过，只要我们用了有机肥，它里面的有益微生物利用土壤中的有机质，可以产生很多有益的元素，所以一般都不会缺。自制肥料或做堆肥是很好的给土壤增加有机质的方法，但这样做呢，有一个问题是营养素比例很难控制，除非你很有经验，会调配有机质比例，否则你的菜地有可能有些养分过多，有些又不够，你得判断缺了什么，再单独决定补多少。所以完全依赖自制，对一般人可能不合适。我的建议是，适当买一些有机复合肥料来全面供给蔬菜营养是很有必要的。有了这些基本概念，我们就可以尝试来决定选用什么肥料，怎么施肥了。我自己这几年都有做堆肥和酵素，量不很大，所以只是把它们作为补充养分。另外，我会买鸡牛肥、compost、蚯蚓粪、兔子粪都很好。羊粪 compost 应该也不错，但我这里买不到。我很喜欢鱼肥，这是液态复合肥，可以让植物更快速有效的吸收。再呢就是蔬菜专用肥，磷钾含量较高，并且包含钙，它是缓释的有机复合肥。我的这种是463，市场上很多品牌都不错，你可以自由选择。算很简单吧，而且营养应该全面了。具体的用法呢，我们按施肥时机来说。育苗后期，如果因为天气原因不能下地，就需要补充少少的肥料。511的鱼肥非常合适，温和又好吸收。具体请参考我育苗期养护视频。菜苗移栽前准备土壤时，施底肥很重要。我在移栽的视频里有讲到，大家可点击右上角查看。底肥氮含量多一些比较好，所以动物粪 compost 是个很好的选择，也可以少加一点复合肥。compost 的氮磷钾比例通常比较低，沤好的不会烧根，所以你可能需要问一下你的当地商店，它是不是直接可用的。不放心的话，可以提前半年买回家放着，用时就没有顾虑了。屏幕上我的用量配方供你们参考。移栽时，我还会额外加一点自制堆肥或鸡粪放在下面。底肥充足的话，幼苗期需肥量很小，不施肥一般都不会有大问题。但1个月后，植株开始旺长了，就要追肥了。枝叶生长期或者对绿叶菜，余肥依旧合适。有果实的蔬菜呢，比如西红柿、黄瓜等，这时候就要开始添加磷钾含量多的复合肥了。到了开花结果期，就应该主要施缓释蔬菜复合肥了。请记住，专肥专用，果树肥就用在果树上，花肥就用在花上。我们种菜呢，就用蔬菜肥。最后一定要记得，每次施完肥都要浇透水。还有2点我想强调一下。第一呢，就是复合肥的具体施肥方法和施肥周期，请一定按照说明来做。肥不是越多越好，否则会造成肥害，适得其反。第二呢，就是要注意施肥时机。如果肥料比如磷肥下得太早，植物还不该用那么多，要么呢就会流失掉，严重的呢甚至引起早熟，反而导致产量低、质量差。其实不同类型的蔬菜所需的营养素的多少是不同的。今天我只是给大家一个基本思路，简单施肥方式大错不会有，但不一定是最佳的。另外，从叶子状况或植株生长情况，
大致能自我判断出缺了哪种营养素。不知大家是否感兴趣这样的内容，请留言告诉我。希望我的学习和实践体验能给你些启发，让你了解到最基本的施肥概念，并可以开始灵活应用。如果你觉得这期视频有帮到你，别忘了点赞订阅。祝大家的菜园都营养充足，迎来一派丰收景象。我们下期再见。